一大早上去办了一张当地的电话卡，之前一直没办成。这边办电话卡挺便宜的，65块钱，30天，有25个G 的流量，合下来便宜多了。我之前一直用的是我们中国的移动网络，每天30块钱，7天都200多了，还是这个便宜。现在找个租车的公司，租个车开去海关那儿去。我已经跑了2家租车公司了。现在季节那么好嘛，就全部已经租完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去路口打，就是do hijacking， 看能不能就是搭到车去那边。我已经租到车了，找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，跟人家砍了又砍。这就是我租的一辆雪佛兰，然后现在检查一下这个车况，就是将280块钱吧，租1天，别的车都要400多。OK。就这后面这里有一点点问题，拍个照就差不多了。我倒腾了2个小时才知道这辆车不是自动挡的，我只会驾驶自动挡的车，我一上来我就看懵了，它是手动挡的。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开，他现在教我怎么开手动挡的车，这真敢呀。I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. If the mod in the motor, okay, that means you need to change this, okay? OK。 Okay. I hope you are prepared. 我在这个停车场里边练习了1圈之后，我果断放弃了。毕竟一个停车场，我就可以不停的熄火，我就不敢开上路了。然后就把车还给他了。他也挺猛，他敢教，我敢开，但是我不敢上路呀。The next day.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毛毛。本来呢，昨天是租车要去那个边境口岸去问关于这个罚款的事情，后来呢，因为这个手动挡的车我实在没开，然后我把车退回去了。那个小哥就给我提个建议，他说你不用去那么远，机场也有一个海关办事处，跟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大的，所以他说你可以去机场问问，然后就去机场问了。后来呀，就发现这个事情远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多了，因为他这个车在阿根廷还是在他的名下的，车是美国车嘛，在美国的那个上面的话就已经转到我的名下了，但是阿根廷他就不认可美国的这一份文件，就是说我不能去交罚款，因为车不在我名下，然后我也不能去开这个车，如果我开了就涉嫌偷盗要坐牢的，所以他昨天让我来到了这个海关处。现在先过去聊一下。 1 hour later. 早上已经去了一趟海关了，就具体情况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关于这辆车，这辆车现在就是阿根廷当地的这个人员，他们办公的海关人员就认为这个车是一辆被遗弃的车，因为阿根廷在去年的时候筛查过一次，就是因为新冠，然后滞留在这里的车，但是他找不到这一辆车，所以他就认为这辆车是一辆被偷盗的，就是这辆废弃的车已经被人偷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拿着我的这个证件，但是这个证件呢是在美国合法的，在阿根廷他们是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应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去，一是完全要理由证明这个车它不是一辆废弃的车，而是因为特殊的原因，然后来不了被就是滞留在这里的车。2，我需要证明我现在拥有的所有的文件它都是合法。3，就是要交这个罚款，就有可能如果我拿不出来前面这些证据的话，我有可能要面临坐牢，他们会起诉我偷这个车，就怀疑我有偷车的嫌疑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罚款就很可能很高，可能是车的50%，或者是车的多少钱，就可能要个好几万块钱的罚款。现在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这样，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个事儿，我应该怎么去操作它。因为车我是很便宜买下来的，我是2万块钱买的。如果这个车我一路开到美国，如果我在美国买一辆同样的车，可能要个4万多5万块钱，就是差不多打了个5折吧，就便宜总有它便宜的道理吧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交罚款，
都要交2万了，那我最后要花4万块钱，还要折腾这么久来弄这个车的话，那我完全是不合算的。那个车主就说建议我是把车留在这儿，然后他们再继续开这个车去别的地方，就开到自驾非洲去，就我就直接可以走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花了钱买这个机票，来回打车，又来这儿，又专门弄这个车，又请翻译，又找律师的，我来回也花了好大几千块钱了。就我觉得我最后我都没有尝试一下，我就放弃了。我总觉得哪儿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我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了，就差这临门一脚了，我不去试一下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所以我现在就如果我尝试的这个车我实在开不出去，这2万块钱我哪怕废了，我感觉我好像都心里会舒服一点，至少我努力了，是不是？但如果我试都没有试，浪费了这么多精力，我倒腾了这么久，我就这么走了，我好像有点不甘心。我还得考虑一下接下来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做。我已经从这个海关这出来了，然后这个车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我把我的原始的文件给他们看了，然后他们这儿是有给政府工作的这个律师嘛，所以说现在呢就把我这个偷车的嫌疑给去除掉了。我现在就要支付3部分的一个钱，一个是之前那个车主遗弃车辆的钱，第2个是逾期的钱，第3个是什么当地的一个什么税金。把这3部分的钱呢交齐了，这个车我就可以开出去了。然后我就要联系之前那个车主停车的地方去拿车。车到底是罚多少钱呢？要拿了这个车之后，然后去专门让这个他们的海关处来定价，然后大概是罚这个车的30%的这个价值左右吧。具体罚多少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先去拿车。车子呢，我总算是见到了，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自驾泛美公路的车子了。看看，这玻璃有点问题，我得把它弄一下，然后大概还要把它改装一下，之后我就可以自己开着这辆车，今年就可以开它了。它是朋友之前从美国一路开来的，所以它是看到没有？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车，就是加州的车牌。这还有一辆中国牌照的车。我就把这个车停在了这个海关的旁边，拿了车之后，因为海关在那儿嘛。哎呀，这个车稍微有一点点的故障。什么故障呢？就是我开着车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它就会突往前一下，突往前一下。所以我还是得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把机油什么机芯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换一次，做一个保养吧，然后才能开上路。哎呀，今年就是跟这个老伙计要开它差不多7、8个月吧，慢慢玩呗，对吧？我又不赶时间，一路自驾泛美公路这5万多公里，今年就是跟他了。我把车停了之后，我又饿了嘛，我就想着不知道吃啥，我又来吃这个了。我发现一件事儿啊，我昨天问他，他问我就是一个人我要吃大只的还是小只的，大的3万，小的2万2，然后我说我要小只的2万2，然后今天我又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知道他不是还有一个更小只的吗？昨天没有，今天又来了。今天他问我要大的3万，小的有1万8的，问我要不要？我说我要1万8的。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搞笑的一点，我昨天2万2买的，还没有今天1万8买的大。也就是说，我昨天花了400多块钱，我今天花了300多块钱，而且便宜了80块钱。我给你们看看我的黄线，大概就是这个尺寸，真的比我昨天的还要大个一点，但是还要便宜80块钱。我今天是同样排了半小时来的，这个壳子比昨天的还大，跟我脸一样大。